第76章猜测和调查。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的奥黛丽难以遏制地想象起了格莱林特子爵描述的那幅场景。莱尔乌斯倒在黑暗中，泥泞里，身上覆盖着一张又一张的塔罗牌，有愚者，有正义，有倒吊人，有太阳，有世界，有其他主牌和众多数字牌，它们有的逆位，有的正位，有的还未翻开，只是露出背面，就像在进行一场大型的诡异的塔罗占卜。这样的画面肯定非常震撼。不知道正义这张牌会落在哪个位置，军情九处和教会的非凡者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有新的隐秘组织出现了？莱尔乌斯身怀真实造物主的神性，他和极光会图谋的事情肯定不会小。如果成功，必然会给贝克兰德，会给王国带来可怕的灾难。而这样的图谋就如此轻巧，如此平淡的被终止了，被愚者先生颁布的一个简单任务终止了。这就是神灵层次的博弈。愚者先生和真实造物主属于死敌，难怪他称呼对方是堕落造物主。一个个想法飞快闪现，奥黛丽的身体隐约有了些难以察觉的战栗。你在想什么？坐在对面的格莱林特子爵终于忍耐不住，疑惑开口。奥黛丽猛然回神，略歪脑袋的笑道：不是你让我想象尸体被塔罗牌覆盖满的场景吗？哈哈，格莱林特尴尬一笑，转而感叹道：真是太符合我对类似事情的想象了，太酷炫了，是我们塔罗会。奥黛丽无声回答了一句，浅浅笑道：也许是没有组织，单独行动的强力非凡者呢？不管怎么样，我喜欢这种风格。你催促一下休和福尔斯，问他们我的钥匙配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格莱林特相当兴奋地说道。奥黛丽微微睁大眼睛，环顾一圈，压低嗓音道：安静，小声，你怎么能在这里说魔药配方的事情？格莱林特不甚在意的笑道：放心，这没什么，我刚才已经确认过了，这里除了你和我，只有一条狗金毛大狗苏茜不自觉改变了下坐姿。贝克兰德北区圣塞摩尔教堂地底的一个房间内，穿着黑色带兜帽长袍，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显出一种妖异冷艳美感的戴笠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拿起了桌上的文件。他一眼扫过，目光突然凝固，旋即眉头紧皱，压抑着什么的问道：兰尔乌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昨晚的行动没有通知我？坐于主位，重新将下巴和嘴唇藏入了树枝衣领的克雷斯泰塞西玛低沉开口道：我担心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会给行动带来不必要的隐患，所以没让人告诉你。我很理解你的感情。廷根小队有位职业者正在圣堂接受指导和训练，准备加入红手套，他的表现和你差不多，但作为行动的负责人，作为职业者的高级执事，我必须把不稳定的因素排除在外。戴笠望了眼被召集过来的其他职业者小队队长和执事，喝了一声道：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很冷静，我不会冲动的，我的愤怒只会在兰尔乌斯被抓住之后才爆发。这是一位资深职业者，一位执事的专业素养。如果我抓住了兰尔乌斯，我会让他明白男人也很脆弱，我会让他的屁股后面有一具冰冷腐烂但浑身僵硬的尸体，我会让他的身体前方有一具充满倒刺和恶臭的白骨，我会让那些阴冷的小家伙出入他身上每一个可以出入的地方。该死，你们就这样让他死掉了。克雷斯泰塞西玛平静地望着戴笠，默默听完了他的话语，然后才叹了口气道：你忍耐多久了？戴笠怔了一下，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般沮丧低语：很长一段时间了。塞西玛收回视线，望向别的执事和小队队长：有什么收获？我们初步确认，杀掉兰尔乌斯的人是密修会的成员，位阶为序列8，魔药名称是小丑，擅长用纸牌做飞刀。一位执事如实汇报道。不过我们无法肯定这个猜测。撒在尸体上的塔罗牌不像是在掩饰什么，毕竟那个非凡者没有同时处理插在墙上和兰尔乌斯脑袋上的纸牌。我们都认为最后的场景更接近于某种仪式或者说象征，所以我们怀疑那个非凡者或许属于一个我们还不了解的组织。当然，那场景也可能是他个人的特殊习惯。塞西玛微微点头道：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进行后续的调查。艾尔，对举报者的调查有什么发现？很有中年男士魅力的艾尔哈森翻动着手中的纸张道：我们调查了那位举报者，发现他的行动源于一位赏金猎人的指使。在寻找通缉犯兰尔乌斯的过程中，那位赏金猎人的同伴被极光会的成员杀害了。他为了复仇，暗自进行着调查，
最终在东拜朗船务的工人联盟酒馆锁定了目标，并根据目标的活动轨迹，发现了莱尔乌斯，他的行动基本都有证人侧面证实，并没有奇怪的地方。我们同时用超凡手段确认了，他和杀掉莱尔乌斯的人缺乏关联，他现在躲了起来，很难找到。塞西玛仿佛在思考般的补充道，这很符合莱尔乌斯的描述。激进疯狂的极工会成员对他脱困是一种助力。当天下午去工人协会采访的那个记者有没有问题？另一位职业者小队队长汇报道，他是一个假记者。从警察部门传递过来的消息显示，他其实是一位私家侦探，之前在帮助《每日观察报》的麦克约瑟夫记者调查西贝尔被杀案。我们猜测他获得了某条线索，查到了码头工会，于是乔装打扮的接触疑似凶手的每一个人。这个猜测已经得到了艾辛格斯坦顿的证实。塞西玛问了一声，转而问起最近接触过莱尔乌斯的其他人，相继得到了没有问题的回答。临近尾声，他斟酌着说道，莱尔乌斯被杀事件缺乏足够的动机，让我非常迷惑。那个神秘的凶手值得关注，你们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另外，根据常识，极光会在贝克兰德这种大都市肯定不会只有蔷薇主教隐修士层次的非凡者，至少会有一位神使，甚至可能是圣者。他们迎接真实造物主降临的谋划失败了，以他们疯狂不理智的特点，我担心他们会做出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最近你们必须高度戒备，我也会留在贝克兰德。是，塞西玛阁下一位位执事和小队队长严肃回应。克雷斯泰塞西玛停顿了几秒，补充道，停更的梅高欧斯事件和昨晚的拉尔乌斯事件都透露出一个问题，工厂区、码头区和东区成为了邪神降临和郁郁的温床。你们分派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最真实的状况。如果确实和拉尔乌斯描述的一样，我会在书记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正式对王国和政府施加压力，推动相应的变革尽快实现。克莱恩睡到很晚才起床，可外面依旧不够明亮，依然蒙着淡淡的雾气，阴暗而湿冷，这不符合我有些灿烂的心情。他嘟囔了一句，换好衣物，拿上钥匙，一路没受到什么关注的返回了明斯克街。等把工人制服更改为家居的衬衣毛衣，并确认没人来调查自己这个私家侦探后，他彻底放下心来，悠闲的出门去肉店菜店购买食物，为自己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午后的贝克兰德有了些阳光，克莱恩慵懒的晒着太阳，一时之间似乎什么都不想做。等到2点45分，他才掏出金壳怀表看了一眼，回到卧室，进入灰雾之上。具现出世界这个假人重新熟悉了操作技巧后，他端坐上手的高背椅，给太阳同学发去了准备参加聚会的提示。贝克兰德时间3点整，一道道深红光芒腾起于恢宏而古老的宫殿内，勾勒出了同样模糊的不同身影。正义奥黛丽直接望向上手，轻快开口道，下午好，愚者先生，您委托的那个简单任务完成了。他故意在简单这个单词上加了重音，就是想从愚者先生那里确认莱尔乌斯是不是他的卷者除掉的。那铺满塔罗牌的死亡场景是不是塔罗会的标志性象征？克莱恩故作平淡的笑笑道，我已经知道了。说完这句，他悠然叹息道，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贝克兰德，这样的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真是邪神降临的温床啊！什么？倒吊人阿尔杰听得愣了一下，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任务为什么会扯到邪神降临的温床上？第77章侧面推动。我记得愚者先生给的简单任务只是为了考察2位可能加入聚会的人员，大概的内容是找到画像上的人，而那个人确定在贝克兰德。阿尔杰威尔逊努力回忆着上次聚会时发生的事情，愈发不能理解这和邪神降临的温床有什么关系，不就是找个人吗？而且还是危险程度不高的那种。愚者先生的简单任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目的，这是一次神灵间的无声较量。倒吊人瞬间想到了很多，险些脱口询问正义，试图花费代价了解事情的具体经过。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官方非凡者，驾驭着一条古代幽灵船的航海家，他经验丰富，城府极深，强行忍耐下了冲动，打算先通过风暴教会的内部渠道问一问贝克兰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正义奥黛丽对愚者先生的感叹却是一听就懂，瞬间把莱尔乌斯的事情想得明明白白。原来莱尔乌斯拥有的那点神性是真实造物主降临现实世界的初步平一，而东区、码头区、工厂区的恶劣情况则是平一飞快孕育并壮大的温床。愚者先生用一个简单的任务就阻止了真实造物主的巨大阴谋，挽救了整个贝克兰德。
奥黛丽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的眼眸晶亮闪烁，不自觉充满了崇拜的色彩。这个时候，阴沉内敛的世界低笑出声道：是啊，每当我看见和听说10几岁就大批夭折的童工，因为极度劳累和恶劣环境很少活过30岁的大部分工人，勉强撑过了前面考验，却因为年迈失业，缺乏保障，只能在街上流浪，于饥寒交迫中死去的衰老者，我就一点也不怀疑邪神的存在。他们就在地上，就在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甚至有调查报告提到过，某些工厂的工人很难活过5年。而在贝克兰德的东区，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住在那里的居民，爷爷那一代肯定属于外乡人，没有例外。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那里的人不会有第3代，没法拥有孙子。贫穷、饥饿让他们的孩子非常瘦弱，很难适应辛苦的工作，迅速就会凋零在贝克兰德，更别提结婚和拥有下一代了。第一次听见世界先生说这么多话的奥黛丽顿时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和迷茫中。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看的报纸和杂志只是提过东区的居民过得很辛苦，这何止是辛苦？奥黛丽的眼睛有那么瞬间明显失去了焦点，她感觉自己对王国、对世界的认知似乎被彻底颠覆了。突然之间，她深刻明白了愚者先生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感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贝克兰德、这样的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是邪神降临的温床，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贝克兰德会因此而毁灭。正义奥黛丽获得涌现出强烈的冲动，想回去做更多的了解，想提醒父亲霍尔伯爵，想用观众和读心者的能力暗中引导，可以改善东区、码头区、工厂区那些可怜人们生活状况的法案和政策施行。青铜长桌最上首的愚者克莱恩静静观察着正义小姐的反应，他刚才故意感叹那么一句，并用小号世界先生做详细的讲解，就是要让身为贵族还残留着单纯的正义小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过他侧面推动王国的变革。在成为无面人之前，我必须清楚的记住，我不能亲自掺和这种事情。他默然为自己设了这么一条界限。谢谢您，愚者先生，谢谢您挽救了贝克兰德，您的感叹也让我明白了问题的根源。谢谢您，世界先生，您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奥黛丽收敛住情绪，诚恳地向分坐古老长桌最上方和最下方的2位先生道谢。挽救了贝克兰德，倒吊人阿尔杰对东区、工厂区和码头区的状况并不陌生，更多是诧异正义小姐口中的描述。这究竟弄出了多大的事情？他非常迷惑的皱眉想到。太阳戴里克则相当认真的听着，虽然他全部听不懂，但还是认真的听着，想借此更多的了解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和世界先生所在区域的情况。对于正义小姐的感谢，克莱恩只是笑了笑，没做更多的回应，转而将视线投向了倒吊人。阿尔杰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迅速将承诺的最后一页罗塞尔日记具现了出来。克莱恩凭空接了过去，状态随意的望了一眼。1月14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无意识的高序列物品如果没被封印，会不自觉的吸引同一条途径的低序列者来到附近，出现交集。原本的序列越高，这种情况越容易发生，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不是一直存在，而是间歇性的。这则日记顿时让克莱恩变得精神，因为他之前有过类似的猜测。他来到贝克兰德之后，发现自己很快就与密修会、与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有了交集，从而陷入极端被动、极端危险的处境，但也因此获得了对应的序列7、序列6和序列5魔药配方。当时他猜测自己的穿越隐藏着秘密，让自己具备一定的复活能力，会间歇性吸引与占卜家途径有关的人和物，比如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日记，比如密修会的成员。而看到罗塞尔大帝的这则日记后，克莱恩顿时有了新的想法。他用眼角余光扫过下方浓郁的灰色雾气和虚幻的深红星辰，暗自咕哝了2句。难道制造那种吸引的不是我，是这片灰雾，是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这也算是我穿越那件事情里隐藏的秘密。没有更多线索和情报的克莱恩很快收敛住思绪，阅读起第2则日记。1月16日，魔女的滋味还真不错啊。克莱恩嘴角微抽，简直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大帝，我太小看你了，你真是能人所不能。你都不在乎对方以前的性别吗？都不在乎他欢愉阶段的经历吗？压制住想缓缓吐气的冲动，克莱恩看向了手中日记的最后一则。1月20日，
我做好了第2张亵渎之牌，让我想想，我该把它藏到哪里？我打算把它伪装成书签，夹在一本很有价值的书里。获得者如果不是有缘之人，将很难想象到，价值颇高的书里，最有价值的其实是那张不起眼的书签。不错，这个想法不错。大帝，你怎么不说清楚，那张书签具体夹到了哪本书里啊？看完之前，我还满心欢喜的以为我能按图索骥，得到一张蕴藏着神灵奥秘的亵渎之牌。克莱恩颇为失望的让目光停留在了末尾，希望大帝之后的日记包含有具体的信息。他安慰了自己一句，往后缓靠，微微笑道：“你们可以自由交流了。”这时，太阳代理克学着正义小姐举了下手道：“世界先生，你给予的那件非凡武器超乎我预料得好。我已经攒够功勋兑换到材料晋升序列8了，我这2天就会用剩余的功勋雇佣帮手去获取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和枝叶，我很快就能完成交易。”他说的非常详细，担心自己守信的形象被怀疑、被破坏。当然，他说的全部都是真话。那柄斧头虽然不符合他对非凡武器的某种期待，但它的强大让他震惊。那柄斧头几乎2-3下碰撞就能制造出一道杀伤性很强的闪电，再加上歌颂者能力对本身的临时提升，我完全可以与序列7层次近身战斗型的怪物对抗。如果遇到害怕闪电的那种，我甚至能轻松解决。我现在已经是奇光人了，拥有一定的法术，我的实力获得了本质性的提升，可以对抗更多种类更加强大的怪物了。戴里克伯格觉得自己已经喜欢上了那件非凡武器。在白银城，强力就是喜欢的理由。周围浓郁的黑暗和黑暗深处的怪物逼迫他们一代又一代遵守着这条规则。好的，阴沉的世界在克莱恩的操纵下轻轻颔首道。他旋即环顾了一圈，又一次问道：“于是，先生，你们有邪纹黑豹脊髓液和精灵之泉髓质结晶的线索吗？”正义奥黛丽没有犹豫的摇了下头。倒吊人阿尔杰在沉吟几秒后，却突然说道：“在苏尼亚海上，近期将有一场海盗间的盛大聚会，4位海盗王者和6名海盗将军的船队都可能参与。应该是7名海盗将军。又有人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样的盛会上，必然有非凡材料的交易，很大概率出现不算少见的邪纹黑豹脊髓液和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我有机会参与这场盛会，可你能付出什么来交换？我想你现在肯定没有风卷者的魔药配方，之后也很难得到第78章。卖方公正为一人，很大概率出现。”克莱恩操纵着世界，阴沉低笑道：“是的，我确实还没有风卷者的魔药配方，短时间内也找不到获得的办法。不过我手上有一份序列4魔药的残缺配方，虽然是残缺的，但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它的价值。它至少能换取1万金镑，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捧着溢价的翻倍的钱也买不到。这是人类发生质变的关键一步。怎么样，有兴趣吗？”邪纹黑豹的脊髓液价值在500到700镑之间，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300到400镑。我想你还需要额外准备9000镑现金或者等值的物品。克莱恩很早就猜测过，太阳途径的序列4无暗者可以和水手途径阅读者途径的同等序列互换，而这个猜测陆续从 A 先生的要求和罗塞尔的日记里得到了侧面证实，甚至延伸出了秘奇人和观众途径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的怀疑。所以他相信无暗者的残缺配方对水手途径的倒吊人而言是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一时拿不出价值9000镑的事物没关系，可以在愚者先生的见证下分期付款，慢慢偿还嘛。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他目前就缺邪纹黑豹的脊髓液，所以不介意对方赊账，反正不用担心会出现跑路这种事情。也有隐患，要是倒吊人先生突然死了，那我就亏大了。面对如此重磅的交易，克莱恩忍不住还是有些忐忑。序列4魔药的残缺配方，通往半神半人之路的残缺配方，这可是拿着钱都买不到的。正义奥黛丽眼睛一亮，抢在倒吊人之前，难掩好奇的问道：“世界先生，我能问一句吗？是哪条途径的序列4配方？”如果不方便回答，就当我没有说话。世界先生竟然拥有一份序列4的魔药配方，即使是残缺的也非常惊人，难怪愚者先生会将他拉入塔罗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非凡者。休和福尔斯的考察任务已经结束了，愚者先生也不提让不让他们加入的事情。他肯定还有别的考量，或许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我不能主动问，这显得不够礼貌。一时之间，
奥黛丽想了很多，正义小姐的问题正符合克莱恩的需求，她让世界沙哑着嗓音回答道：我本来就准备说出来，那是太阳途径的序列4无暗者魔药配方太阳途径。代理客货的望向坐于青铜长桌最下方的世界先生，眸子里是瞬间迸发的热切和渴望。不过他还是保持住了沉默，因为他知道自己距离那扇半神半人之门还远。有限的资源首先得拿来强大自身，只顾眼前是白银之城的行事风格，因为对他们的居民而言，随时都可能没有未来。无暗者，正义奥黛丽优雅颔首，欣喜开口道：谢谢您的回答，世界先生。他感觉自己又知道了很重要的信息。无暗者，倒吊人阿尔杰低声缓念了一遍，平静回应：很抱歉，我不需要。克莱恩一下怔住，这和他想象的反应预设的剧本截然不同。他的愣住间接让世界表现出了不可置信的呆滞，过了好几秒才道：你可以先欠一部分，有愚者先生做见证，我相信你肯定会补齐的。不，我确实不需要。倒吊人阿尔杰摇了摇头，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他很有信心，将来一定能得到风暴教会的青睐和重视，直接被赐予对应的魔药，或者说他其实有水手途径的序列4魔药配方，名称是灾难主剂。克莱恩迅速想到了2个可能，这怎么办？难道拿女巫或者说欢愉魔女的配方和他换？克莱恩无声自嘲了一句，故意让世界沉默了几秒才道：别的魔药配方，或者我知道的一些秘密，比如序列顶层的秘密。倒吊人阿尔杰稍微改变了下自己的坐姿，斟酌着回答：我本身就知道一些序列顶层的秘密，你该怎么确保两者没有重合？怎么确定你说的秘密有等于邪纹黑豹脊髓液和精灵之泉髓质结晶的价值？我们分别把知道的序列顶层秘密给愚者先生，由他比较是否重复，并确认价值。愚者先生，可以吗？克莱恩操纵世界，自己问了自己一句。旋即他用俯视般的姿态道：可以。阿尔杰缓缓点头道：我没有问题了，开始吧。好想知道序列顶层的秘密，可我最近没什么额外的钱来购买。正义奥黛丽艳羡的看着世界和倒吊人分别具现出一张羊皮纸。从小到大没为钱发过愁的他，终于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很快克莱恩就拿到了2位成员书写的内容，他先看的毫无疑问是属于倒吊人的那张羊皮纸，发现上面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序列顶层藏着成神之路。还好，要不然就得换另外的知识了。克莱恩认真审视了世界那张羊皮纸几眼，低笑道：并不重复。对于大部分非凡者而言，世界先生提供的秘密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某些人眼里，它至关重要，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听到这个结论，倒吊人阿尔杰一下陷入了为难的情绪里。对他来说，同时拿下那2件非凡材料也是不小的负担，必须卖掉许多值钱的物品才能换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为了听一个可能对自身没什么用处的秘密。阿尔杰思考了10几20秒道：愚者先生，能再多一点提示吗？我现在无法抉择。克莱恩嘴角微动，明白自己刚才为维持形象说的话语有了反效果，发挥了不好的作用，忙斟酌了一下，微微笑道：他描述的内容是你知道的那个秘密的详尽补充，成神之路的详尽补充。倒吊人阿尔杰再没有一点犹豫，转头望向世界，简短有力的说道：成交。他旋即补充道：我会在这周内为你换取邪纹黑豹的脊髓液和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当然前提是海盗盛会上出现了他们，虽然这概率很高，但我们依然得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样一来，或许会推迟到下周、下下周，甚至下个月。请你放心，我肯定会履行诺言，没有问题，有愚者先生见证，我不需要担心什么。世界嘶哑着回答。等他们确认了交易，克莱恩将一张羊皮纸具现至倒吊人的面前。阿尔杰迫不及待的低头，如饥似渴的阅读起每一个单词。序列1之上还有序列0，序列0就是真神所在的序列，这同样可以通过对应的魔药和仪式来晋升序列0。真神所在的序列。倒吊人阿尔杰先是错愕、震惊，旋即释然喜悦的无声自语道：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悄然吸了口气，往后靠住椅背，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个秘密肯定很惊人，倒吊人先生都有点失态了。正义奥黛丽留恋的移开视线，望向斜对面的太阳道：太阳先生，我记得你说过，
白银城有巨龙途径的序列9、序列8和序列7魔药配方。是的，太阳代理克老师点头。序列7的魔药名称是精神分析师。如果我想获得，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奥黛丽矜持地问了一句。太阳途径的序列7魔药配方，代理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正义奥黛丽轻轻颔首道：我尽量搜集。休和福尔斯提过 A 先生的聚会里，有一位太阳途径的非凡者，至少序列7，擅长净化和驱邪等最近的事情过去，可以试着从这里入手。另外，多参加那个位于医学院废弃教学楼内的聚会，想办法接触心理炼金会的成员。2条腿走路肯定比1条腿稳当。一个个念头在奥黛丽心里闪过，但她忽然发现，即使有了配方的线索，自己也拿不下，因为她这几个月处于财政危机当中，只能勉强支撑。序列7的配方价值在800磅左右，凑一凑还是能凑出来的。已经10月份了，快到新年了，到时候我就正式成年了，能自由支配的财富会多不少。或者用愚者先生教导的那些知识去交换，不知道他对这种行为持什么态度。奥黛丽的思绪逐渐发散开来，她决定等配方的事情有希望后再询问愚者先生。交易部分到此结束。克莱恩本想用掌握的知识换一件隐患不大的神奇物品，但察觉倒吊人的肉痛后，就知道对方为那2件非凡材料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估计不会剩什么额外的东西，只能遗憾放弃。自由交流环节刚一开始，倒吊人阿尔杰就主动提到，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船队被收服，一位新的海盗将军诞生了。第79章交流消息。正义奥黛丽对海盗将军的事情颇感兴趣，配合着问道，他叫什么？现在的称号是什么？贝克兰德还没有类似的消息流传。倒吊人阿尔杰缓慢点头道，她是一位女士，以前就是很有名的海盗，疾病少女特雷茜，你应该听说过吧？没有，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奥黛丽诚实的摇了摇脑袋。我也是。高居最上手的愚者克莱恩在心里附和了一句。阿尔杰沉默2秒，没浪费时间解释，直接说道，总之他在上个月收服了麒麟格斯的船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拥有海盗将军的实力。他将麒麟格斯的船只改名为黑死号，自称疾病中将。他过去以独行为主，擅长使用诅咒、黑火、冰霜，和他敌对的人总是会突发疾病，各种各样的疾病。目前没人知道他属于哪条途径，但都确定他位于序列5这个层次。正义奥黛丽听得津津有味，眨了下眼睛，好奇请求道，倒吊人先生，你能详细介绍一下4位海盗王者和另外6名海盗将军的情况吗？我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和外号，不清楚他们具备什么非凡能力。阿尔杰环顾一圈，见太阳和世界都摆出了一副倾听的姿态，于是轻轻颔首道，没问题。最强大的海盗王者是五海之王纳斯特，他自称第4纪所罗门帝国的后裔，不仅本身是高序列强者，还拥有帝国遗留下来的恐怖幽灵船黑皇帝号。他擅长利用秩序，能将敌人拉到本身最擅长的领域战斗，并制造种种匪夷所思的效果。他同时也是年龄最大的海盗，据说在100多年前，在后罗塞尔时代就已经活跃于五海，没人知道他具体有多少岁。当然，比起另一位海盗中的王者，他流传出来的信息足够多。对于黎明号的主人，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位美丽的女性，曾经是巫师，现在同样进入了半神半人的领域。她的称号是神秘女王。介绍完4王，倒吊人阿尔杰将话题转入剩余的6位海盗将军。黑色郁金香号的主人路德维尔曾经是五海之王的下属，后来独立了出来，自称地狱上将，传闻与灵教团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他是强大的通灵人，能驱使各种灵界生物，既恐怖又诡异。据说还拥有一枚古代死神遗留的戒指。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曾经追随过神秘女王，但双方在很久之前就近乎决裂。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因，海上的传言是他加入了某个隐秘组织，惹怒了神秘女王。而根据我收到的消息，这个隐秘组织是摩斯苦修会。摩斯苦修会，窥秘人途径，隐秘贤者。克莱恩豁然想到了老尼尔的失控，想到了会在同一途径低序列非凡者耳畔低语诱惑的那位邪神。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而非书本上知道摩斯苦修会的消息。接着倒吊人阿尔杰又介绍了一丝恶灵并非人类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拥有部分海怪血脉的深海中将哈尔康斯坦丁，
自称冰山中将的艾德文娜·爱德华兹和黄昏中将布拉托夫伊万。很感谢您的分享，我听的都开始向往大海了。正义奥黛丽满是期待的说道，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的出门旅行。不，正义小姐，这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在我看来，这是血腥、混乱、杀戮、欲望、恐惧的结合体。阿尔杰沉静的泼了盆冷水。奥黛丽点了下头，转而说道，贝克兰德最近发生了一件连环杀人案，共11起，但其中有1起被证实为模仿作案。这起连环杀人案的特点是针对曾经做过站街女郎但目前有正规职业的女性，凶手会剖开她们的腹部，掏走所有的内脏，这听起来与崇拜恶魔有关，拜血教的人做的。倒吊人阿尔杰瞬间就做出了猜测。我不知道，目前还没发现凶手。奥黛丽恨不得化身侦探，带着苏茜将那可恶的家伙抓出来。就在这时，太阳戴里克直愣愣的脱口道，我知道这种仪式，他知道，也是大灾变之前，尤其第2纪元的时候，恶魔是活跃于现实世界，活跃于地上的是巨人、巨龙2大势力都憎恨的对象。白银之城有相应的记载，很正常，他们的历史可没有被隐藏、被篡改，也未出现断代。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望向太阳，等待他说出更多的内容。你知道？正义奥黛丽欣喜反问。戴里克点了点头。我们恶魔学的教材上提过，它相当古老，是恶魔用来辅助自己晋升的仪式，往往出现于序列6升序列5，不是取悦恶魔的仪式，是恶魔用来辅助自己晋升的仪式。奥黛丽颇为诧异地问道。戴里克非常认真地回答，对，深渊途径的序列6就叫做恶魔，这也是他们一族名称的来源。深渊途径在大灾变之前，恶魔途径被称为深渊途径，恶魔只是序列6的名称。难道序列0深渊？克莱恩再次发现了太阳同学的价值，很多已经消散于历史长河里的知识和秘辛，白银城里还有。这样啊，奥黛丽微不可见颔首。太阳先生，你清楚这个仪式的具体内容吗？戴里克点了下头道，最低限度是13个人，最高是49个，仪式越完整，越有希望晋升。2次杀人之间至少间隔3天，否则很容易失控，但间隔也不能超过9天，那会让仪式重置。每一次杀人，每一部分仪式后，恶魔都会吃掉被害人的内脏。从这开始，他将一直处于暴躁嗜血，想伤害他人的状态里，直到那种欲望再次得到满足，真是可怕。奥黛丽由衷的感叹了一句，觉得自己甚至不忍心去想象。克莱恩坐在浓郁的灰雾里，默默听着，记在了心里。讨论完连环杀人案后，正义奥黛丽望向阿尔杰，组织了下语言道，倒吊人先生，有件事情我一直有些疑惑，我参加了好几次非凡者聚会，发现很少有人卖魔药配方，就算有，也很难成交，为什么呢？倒吊人阿尔杰低笑一声道，因为魔药配方很容易造假，而非凡者聚会又相对隐蔽，没太大的约束力，所以没有谁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难道你还能准备2份非凡材料，先用动物做一次实验？这代价太高了。奥黛丽突然有点心虚，而且额外的成本还不止这一点，动物服食魔药之后，比人类更容易失控。你必须再请几位非凡者保护自己，免得死在实验里，所以对大部分非凡者而言，即使有配方出现，也不敢买。阿尔杰补充道。奥黛丽更加的心虚了。倒吊人阿尔杰没注意他的反应，继续说道，正因为这样，除非聚会的主人或某位成员具备鉴别魔药配方真假的能力，且本身已经赢得了大部分成员的信赖，否则配方的交易很难进行。智慧之眼老先生就可以。A 先生是牧羊人，应该也行。克莱恩后靠椅背，不张嘴巴的无声自语了2句。正义奥黛丽则念头一闪，顺口问道，不能通过订立誓言的方式来完成吗？尊敬的小姐，这是地下聚会，以7位正统神灵的名义订立誓言，你觉得合适吗？这不是单纯的发誓能够解决的，必须有对应的仪式。倒吊人阿尔杰低笑一声道，至于隐匿贤者、真实造物主等邪神恶魔和隐秘存在，不是他们的信徒，谁敢以他们的名义发誓，嫌弃自己死得不够快吗？说到这里，他忽地叹了口气，再加上不懂扮演法的情况下，魔药容易造成失控，容易让人变成怪物，而相应的材料很难获得，颇为昂贵，所以只要7大教会不让类似的交易获得官方认证，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能让魔药配方无法大规模流传，更别提普及了。原来是这样，奥黛丽低声自语，解开了心头一大疑惑。难怪，克莱恩也是一阵恍然。7位正统神灵，太阳戴里克则很想问一句究竟有哪7位，但最终还是谨慎的忍住了。他考虑了一下道，白银城最近组织了一次对黑暗深处的探索，发现了一座半毁灭的神庙，里面供奉的神像是一个倒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赤裸男人，他身体表面还涂抹着不少血迹。你们知道这是哪位神灵吗？这是真实造物主。神器之地竟然有真实造物主的神庙，而且看太阳的意思，大灾变之前应该不存在真实造物主，否则白银城不可能认不出来。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表情，不让惊愕外露。正义奥黛丽和倒吊人世界各自对视一眼后，皆摇了摇头道：我们不知道。他们话音刚落，就听见灰雾里的愚者先生低沉开口道：这是堕落造物主第80章戴里克的担忧。堕落造物主，太阳戴里克顿时皱起了眉头。白银城的居民们始终信仰着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听到类似的名号被冠以堕落这个单词后，难免有发自本能的排斥和不适应。堕落造物主，这是愚者先生对真实造物主的称呼。原来这位邪神还有这种形象，可为什么他的神像和神庙会出现在白银城探索范围内？那里疑似为神器之地，或者说在被众神遗弃前，那里已经有真实造物主信仰。极光会一直宣称的圣所，难道真在神器之地？倒吊人阿尔杰一下想到了很多事情，却又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因为大灾变之前的历史早演变为神话与传说，这无法单纯的用笼罩着迷雾来形容。他沉吟2秒，故意说道：我们对堕落造物主还有另一种称呼，真实造物主信仰他的势力掌握着密奇人、倾听者、隐修士这么一条非凡途径。后续有你提到过的牧羊人。沉默的太阳戴里克豁然坐直，眼睛里满是惊骇的色彩。他对倒吊人提及的非凡途径并不陌生，只是在某些序列上，白银城用的是相近的单词，比如耳语者和倾听者。原来那古怪邪异的神像代表着密奇人途径。洛维亚长老已经是牧羊人，他表现得越来越不对劲了。戴里克忽然担忧起6人议事团那位新晋长老，担忧起白银城的安全。以往对周边区域的探索里，白银城发现过几座毁灭的很彻底的城市，在那些地方，只有少量碎石背后铭刻的单词证明着曾经有这样一个文明。那些单词都属于巨龙语、巨人语、精灵语的变种，绝大部分在重复描述一种存在，那种存在叫做邪神。白银城有份参与行动的居民都在猜测，那些城邦是被邪神摧毁的，所以发现洛维亚长老所在的途径疑似被一位邪神掌控着后，太阳戴里克如何不震惊、不担忧、不惶恐？他恢复了沉默寡言的状态，让一直等待着听更多白银城故事的正义奥黛丽颇为失望。经过这么多次聚会，经过上次购买巨龙一族情报的事情，他对白银城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他的反应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倒吊人阿尔杰冷静观察了一阵，却没有额外的收获。一时之间，他找不到更好的话题切入点，而如果直接询问，他怀疑太阳会要求支付报酬，这对背负上了2件非凡材料债务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时听见了桌子被轻轻敲动的声音。浓郁灰雾里的克莱恩掩饰住疲惫，轻声笑道：这次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吧，您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愿。正义奥黛丽当即起身，虚提裙摆，行了一礼。倒吊人、太阳和世界相继用类似的语言回答。克莱恩挥了下手，切断了联系，安静看着正义小姐等人的模糊身影化光而散。接着他让小号世界瞬间消失，自己则拿起那枚德兹兰尔乌斯的小型徽章研究。持有此物即可加入。克莱恩诵念出了徽章背后的单词，但却发现手中的物品没有任何变化。他想了想，谨慎地将灵性灌注入内，一层微芒蒙蒙绽放，飞快凝聚成光束，向着灰雾之外射去。但是他又被那漫无边际的灰雾反弹了回来。这光束豁然散开，化作8丈大小的虚幻羊皮纸，上面书写着一行古弗萨克语。1350年1月4日傍晚8点，巴布尔河谷神秘学领域的简单通讯装置发射信息，请求同步，得到最新的聚会时间和地点。克莱恩回忆刚才看见的画面，
对徽章的作用有了初步的判断。1350年，也就是明年，巴布尔河谷位于塔索克河进入贝克兰德之前那段区域，时间很详尽，但地点很模糊，那可是近100公里的河谷，也许到了那里，这枚徽章还能做定位工具。克莱恩饶有兴致地将手中的徽章翻来覆去，想研究清楚相应的符号、皱纹和标识，看能不能自己也仿制一个。可惜的是，由于脱离了职业者队伍，他的神秘学知识依旧处于原本的水准，还未获得更进一步的学习机会，所以研究了几分钟后，他只能无奈放弃。至于持有此物即可加入这句话本身，克莱恩的打算是暂时不去考虑。如果今年年底前我能成为无面人，那可以伪装去瞧瞧，否则就算了。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将注意力转至晋升魔术师这件事情。太阳那里的迷雾树人真实根茎和枝叶应该是稳当的，运气不算太差的话，斜纹黑豹的脊髓叶这周也能入手。序列期，中序列，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了。魔术师该怎么扮演呢？想着想着，克莱恩就开始考虑具体的问题。因为死而复生前后的遭遇和经历，他一下领悟了小丑的真谛，所以这1个多月里，他只用在日常生活里不断扮演，就可以逐渐消化，并不需要再另行总结，再根据反馈修正。等到杀死兰尔乌斯，完成初步复仇，笑中带泪的那一刻，小丑魔药自然而然就彻底消化了。这和克莱恩最早消化占卜家魔药的具体过程并不相同，算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而现在，魔术师的扮演将回归以前那种魔术师的真谛，以假乱真。按照大地日记里扎拉图的说法，虽然这条途径的主流不是命运，但终究还是有一部分属于他，所以在这里也得有相应的内容，比如看起来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但最终发现那只是幻觉，只是魔术，只是欺骗。克莱恩揉了揉额角，用残余的灵性包裹住自身，坠入了灰雾之中。圣乔治区一间2居室的房屋内，还好我又额外准备了这么一个地方，否则都不知道该躲去哪里了。福尔斯盯着镜子，拨了下头发。是啊，休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回答。我刚才看报纸上说莱尔乌斯已经死了，不过这件事情涉及神性，肯定没那么快结束，我们还得躲一阵子。不对，是你要躲，不是我，我是正直的诊所医生，畅销小说作者。福尔斯对着镜子做简单的化妆，休一时没有语言应对，慢悠悠做起道，还好我足够聪明，有丰富的经验，找人通报的时候没直接说涉及真实造物主的神性，只描述为似乎很危险，目标的变化很大，有祈求邪神的感觉等等，要不然我都不敢在贝克兰德待了，卷入高层次的斗争真是很辛苦，很危险，我再也不想接奥黛丽小姐的任务了。是吗？福尔斯头也没回的反问道。休默然几秒，转而说道，其实我们也没必要提神性的事情，既然奥黛丽小姐那边能查出来，女神教会肯定也可以，他们应该已经杀掉那个巨人了吧？我可没办法确认。福尔斯一点也不委婉的回答。休怔了怔，长长的慢慢的叹了口气。福尔斯停下手中的动作，侧头望了他一眼道，这次的任务基本都是你自己完成的，我就不和你分享赏金了，一共200磅，加上你的积蓄70磅，即使扣掉抽成治安官魔药的第1种非凡材料也很接近了。可是警方那100磅没那么快能拿到。休抿了下嘴唇，这不是说警方给悬赏不爽快，而是他没法直接去拿，得通过帮他递交线索的那位朋友，那才是官方认可的赏金获得者。由于他相信这件事情肯定闹得很大，所以短时间内是没那个胆子去找那位朋友的。至于那位朋友会不会吞下丰厚赏金的问题，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方帮太多见不得光的赏金猎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抽成归抽成，要是敢直接私吞，早就不知道死在哪条阴暗窄小的巷子里。但那终究会属于你。福尔斯顿了2秒，认真问道，等凑够了钱，你就会联系那个面具男，帮他做事，从他那里购买相应的材料。不，除非别的地方完全弄不到，没有希望。休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皇后区霍尔伯爵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还在回味今天的聚会，忽然看见贴身女仆安妮拿着一张纸过来。小姐，您的电报。安妮微笑说道，来自拜朗东海岸阿尔弗雷德的。奥黛丽欣喜接过，认真阅读，
亲爱的妹妹，你要的七彩溪龙已于昨晚到达普利兹港，我给他们的吩咐是送到你位于郊外的庄园里，昨晚到的，那最早今天，最迟明天，应该就能送到我的庄园里。奥黛丽侧头望向正和临时搏斗的苏倩，浅浅一笑道：苏倩，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快到了汪。苏倩迷茫的看向女主人，